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啊？路边那些大风车，3根叶片啊，在天上慢悠悠地转着，看着呀，好像跟没睡醒似的。你们是不是也纳闷呢？这东西它转这么慢，它能发多少电呢？甚至有人说呀，就这个啊是个摆设，发的电啊不够它自己用的。我敢说呀，99%的人都还不了解风力发电的知识，大人小孩啊全都答不对。更关键的是啊，这些冷知识，中国文化常识呢，它不是没用的八卦，而是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逢考必出的送分题、丢分坑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一条视频啊，把这件事儿呀给它彻底讲透。看完呀，你们绝对拍大腿。好家伙啊，这哪是没睡醒啊，这分明啊就是深藏不露的狠角色。再告诉你啊，孩子想要考试稳拿分呢，比别人强一截呢，那么必须死磕这本漫画版中国文化常识。咱们呢先从这个个头说起啊，你们心里边也好有个数。那3根叶片随便拿一根出来，长度都是超过了100米。你们把那个30层的写字楼放倒，差不多呀，就是那么长。那么这么大的家伙挂在天上，1分钟啊才转那么10来圈。你们在下面抬头看呀，肯定觉得它磨磨蹭蹭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们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骗了。这个叶片根部转的确实不快，但是关键在叶尖上。你们想一想啊，这一根100多米长的叶片转上1圈，根部呢只走1小步，叶尖它得走1大圈吧？那么叶尖掠过的实际速度呢，每小时啊最少300公里，跟那个高铁的速度那是差不多的。你们站在地上看它懒洋洋的，其实人家叶尖啊在半空中以高铁的速度啊疯狂的切割空气呢。那能不能转得再快一点呢？不敢。再快的话，这个离心力啊能把整台的电机啊给拧成麻花一样撕碎了。不是它不想快，那是根本就不敢快。现在这个速度呢已经是钢铁材料和结构力学的极限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叶片转得不算快，那么电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奥秘啊就全在塔顶那个方方正正的大箱子里边。你们别以为这就是个铁壳子摆设啊，里面呢装着一台特别精密的巨型齿轮变速装置，那个呀可是整台这个风机的命根子。叶片在外面慢慢的转上1圈，那这一套的齿轮组呢在里面啊就拼命提速，一下子呀就能把转速放大100倍以上。外边呢才慢悠悠的转完这么1圈，里面的轴啊已经轰轰轰的转上了上百圈了。等到末端输出轴的转速达到每分钟1800转，那后面的发电机啊就像被激活了一样，电流呀就哗哗的往外流。你们要是不好理解的话，那么就想想这个自行车啊，你换到高速档，这个脚蹬子慢慢的踩，那后轮啊不是照样转得飞快吗？道理完全一样。只不过呢，风力发电机这一套原理的尺寸和精度放大了几万倍，每个齿轮的咬合误差呢都不能超过1根头发丝儿。工程水平到这个份上，你们就说狠不狠吧？还有一个更颠覆你们认知的事儿啊，你们是不是一直觉得那3根叶片呢就像是3块大铁板，风一吹呀，硬生生的推着转？那你们可真是冤枉工程师了啊！你们去看看那个叶片的横截面，它是弯弯的弧线，跟飞机机翼的形状呢几乎一样。风不是从正面吹上去的，而是顺着叶片的弧面流过去的。流的时候呢，上表面的气流跑得快，下表面的气流呢跑得慢，两边一边快一边慢了，这就产生了压力差。那么有了压力差呢，叶片它就不是被风硬推着转了，而是被气流啊吸着转，效率啊比单纯的靠风吹啊那是高多了。有时候呢，你们看那个风车呀，风也不大，它照样呀慢悠悠的转，靠的呀就是这个本事。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微风，叶片呢也能把气流里面的能量啊炸得干干净净。你们以为这就完事儿了吗？后面还有更厉害的。这些大风车可不是插在山头就不管了，每一台机组全身都布满了智能传感器，风速多少，风从哪边吹，空气的温度湿度是多少，24小时呀不停的监测计算。一旦探测到风向偏了哪怕几度，那么藏在这个塔筒底部的偏航电机呢就会立刻启动，带着这个几百吨重的机舱啊慢慢的转，始终啊让机舱就对着来风的方向。
几百吨的铁疙瘩在100多米的高空啊自己调方向，这个精度啊能控制在0.几度以内。你们就想想吧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不光是方向能调啊，这个叶片的迎风角度也能变。风小了，就把叶面呢打开，多兜点风。那么风大呢，就把角度收一收，防止功率过载烧机器。要是碰上强台风啊，那么叶片呀直接就顺桨。那么啥叫顺桨呢？就是把叶面啊转到跟风平行的方向，风呢从叶片的缝隙穿过去，一点劲儿都使不上，根本就伤不到它。你们说吧，这套系统是不是比你们想的呀聪明多了？最后呀，再给你们甩一组数字啊，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些慢悠悠的大风车到底有多大的能量。咱们国家呢，风力发电一天的发电量就突破了20亿千瓦时。20亿千瓦时能干嘛？差不多能供咱们全国3亿户的家庭用上一整天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是纯绿色电力不用点火，不用烧油的，天上吹来一阵风就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电。想想以前为了发电那是拼命的烧煤，烟囱整天冒着黑烟，空气呢灰蒙蒙的，老百姓出个门都不敢深呼吸。那现在呢，大风车往山脊上一立，海面上一立，清清爽爽的就把电给发了。所以你们以后再路过大风车呢，别再嫌它慢了它那不是慢，它是4两拨千斤，是举重若轻。看着呢不声不响，但夜间速度赛高铁，变速箱里疯狂提速，发电机全力运转，叶片呢还用飞机的原理悄悄薅风的能量。这哪是什么风车呀？这分明是站在天上的超级发电怪兽啊！中国靠这么些大家伙，一天发20亿度电，你们就说厉不厉害吧？其实呢，中国的这份厉害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。就像今天的风力发电凝聚着当代工程师的智慧，古人呢也用一个一个伟大创造撑起了华夏文明的璀璨。而这些创造和常识，全是孩子考试的高频考点。那说到古人的智慧呢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4大发明了。造纸术让知识得以传播，指南针为航行指引方向，火药改写了军事与民俗，活字印刷呢让典籍得以传承。这4个发明是小升初必备，中高考常考的核心知识点。除了4大发明呢，还有太多藏在咱们生活里的文化常识，孩子记牢了，那考试就能多拿分了。花中4君子，梅兰竹菊，象征着君子的高洁品格，常常出现在语文作文和阅读理解当中。我国4书呢是中庸、论语、大学、孟子，这些是儒家经典，也是文言文的考点的重中之重。4大国粹那更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符号。中医、京剧、武术、书法，每一项那都有考不完的知识点。还有咱们常说的文房4宝是湖笔、徽墨、宣纸、断砚，每一样它都具有独特的工艺和文化内涵。4大名绣呢，苏绣、湘绣、越绣、蜀绣，针脚之间藏着传统工艺的魅力，也是传统文化题的常考内容。而刻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国字号常识那更是孩子必须掌握的。国色中国红，国茶龙井茶，国医中医，国画呢水墨画，国术武术，国球乒乓球，国酒茅台，国山泰山，国树银杏树，国食寿食，国鸟丹顶鹤，国菜满汉全席。这些知识点呢看似零散，但是呢却是考试当中容易丢分的重点。除此之外地理常识也不能少。我国最长河流是长江，最大岛屿是台湾岛，最大广场天安门广场，最高高原青藏高原，最大海峡台湾海峡。这些基础地理常识贯穿小学到初中的考试，提前积累才能让孩子少走弯路。那你们知道我国国花是什么花吗？这个可是3年考了35次的小升初考试真题，而且呢中高考也会考。那么讲到这儿家长肯定就慌了这些常识呢看着简单，可孩子他记不住答不准考试白白丢分，怎么办呢？别着急我给你们找好了救命神器就是这一本漫画版中国文化常识。一个孩子有没有见过世面呢？不是看他报过几个兴趣班，出过几次国，而是要让他明白世界的广阔、历史的厚重
和未来的宽阔。学霸呢不会告诉你，他们从小学就开始积累丰富的百科常识，因为他们知道啊，小学语文再难，也无非就是这1000多个文化常识，每天看个10分钟，等上到初中啊，那就知道会有多轻松了。就比如去年试题当中有上古8大姓有哪些，人有3急是哪3急，什么是9品中正制。那很多同学呢，因为课本未涉及而无法作答，别人家孩子会做，你们家孩子不会，那可能就和理想学校失之交臂了。幸好啊，有这本漫画版《中国文化百科常识》，这样的知识点呢有上千个，还有更多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必备的文化考点。平时呢很难整理的问题啊，他都会用孩子爱看的漫画形式讲得明明白白、通俗易懂。它涵盖了文化、民俗、文体娱乐等等的8大板块，每天读上几页，那孩子脑子呀就会慢慢的装下一个更大的中国。孩子呢可能会拒绝难懂的文字，但是他一定不会拒绝带漫画的中国文化。每天看上2页，读完之后呀，孩子就会知道四书指哪4书，为什么皇帝的女婿叫驸马，烂醉如泥的泥是什么，雅人4号都有什么，3公9卿是哪些人。小学用来打基础，初中用来巩固知识，高中用来拉开差距。这套书呢能使用12年，到大学也有帮助。文化常识呢是孩子考试的重中之重，一定要从小积累，才能在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中占尽优势，比别人多拿几分，多一份胜算。学霸和普通学生的差距呢，往往就在这些点滴知识的积累上了。别让孩子天天看电视玩手机了，赶紧给孩子备上这一本漫画版《中国文化常识》，让他每天呢抽出10分钟时间读一读、记一记。那考试考到了就是送分题。